想汽车通信，还是做工业控制，你绕不开 CAN 总线。今天带你彻底搞懂 CAN 通信。CAN 诞生于1980年代的博世公司，最初就是为了解决汽车里成千上万根电线的问题。它只需要2根线就能把全车的设备串起来。凭借其天才般的抗干扰设计， CAN 协议迅速征服了业界，并最终被加冕为国际标准 ISO 11898。但是你在各家控制器手册上却看不到 CAN 的名字，这是因为 CAN 这个名字是博世公司的注册商标。只要在芯片手册里印上这2个字，厂家可能就得乖乖掏腰包交授权费。为了省下这笔钱，各大芯片厂纷纷发挥了改名部的传统异能。ST 叫它 BX-CAN，NXP 叫 Flex-CAN， 而我们手里这块 ESP32， 乐鑫给它起了个更有文化的名字——双线汽车接口 TWAI。别被这些马甲骗了，脱了马甲，他们骨子里全是 CAN。说了半天 CAN 到底好在哪里？我们来和老朋友 I2C SPI 比较一下。先看 I2C 和 SPI， 他们用的都是单端信号，这就像是在温室里说话，环境一吵，信号立马碎一地。而 CAN 是差分信号，不管外界多吵，它都稳。它不看绝对电压，看的是2条线的差值，自带硬件及抗干扰护盾。再看距离， I2C 除了 PCB 板就得挂中继器，最远不过几十厘米，但 CAN 在高速下能跑40米，降点速甚至能传1公里。所以你在设备内应用可以用 I2C 和 SPI， 但如果你要造车、造机器人，或者想让你的设备在复杂的电气噪声里活下来， CAN 是更好的选择。下面我们直接用2片 ESP32C3 做个 CAN 通信示例。首先要强调一点，因为差分信号的特殊性，我们需要2片 SN65HVD230 模块进行转接。这2片 ESP32C3 使用相同的代码进行乒乓传输，所以连线也是对称的。首先 3.3V 都接到电压 3.3 伏 GND 供地，然后引脚2接到通信模块的 CTX， 引脚1接到通信模块的 CRX， 另一片完全相同。下面是通信模块，2片通信模块的 CAN-H 互联 CAN-L 互联，最后在其中一片 C3 的引脚石上连上按键，用来发起传输。喘口气，我们接下看代码。由于 CAN 通信协议的复杂性，这里就不详细解释协议，只是简单说明下用法。首先有3个配置。配置1告诉 ESP32 哪根线是嘴巴 TX， 哪根线是耳朵 RX。配置2，这是关键，设置传输为 500K， 记住 CAN 总线上所有设备速度必须一样。配置3，过滤器，可以选择接收哪些设备，不接收哪些，这里设置为通通接收，然后加载安装通信驱动，最后启动通信。在按下发球按键后，通过 send CAN message 函数发出信息。首先组装一个 TI message T 构造体，把信息放进去，然后 TI transmit 函数发出去，然后通过 TI receive 接收信息，解析内容后给对方回信。看下执行效果，可以看到按下发送键后，两边就像打乒乓球一样互发消息。最后有个问题补充一下，什么是差分信号？首先 CAN-H 和 L 上同时传输的是一个信号，在示波器上可以看到是上下镜像反转的信号。根据 SN65HVD230 的标准，在表示逻辑1的时候， CAN-H 和 CAN-L 也是有电压的，大概都在 2.3V 左右，两条线紧紧抱在一起，电压差是0，这叫隐性状态。在表示逻辑0的时候， CAN-H 猛地往上跳， CAN-L 猛地往下跳，就像张开嘴一样，拉开大概2V 的电压差，这叫显性状态。为什么可以抗干扰呢？因为电磁干扰进来会同时干扰到两根线，这两根同时变高或者同时变低，但是差值不会变化太大，这样就保证逻辑值不变。好了，这期已经讲了很多了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